咱家儿子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没订婚，每年来看一眼夏约就算了，这都和秦氏集团订婚了，还来看前任，太不合适了。月月呀，燕生他就这样，念旧情，你别介意啊。伯母，这世界上有很多事可以阻拦，唯独拦不住一个人的深情。月月，你也知道，官家期待单传，我跟老关啊，就盼望着能早点抱上孙子。你跟燕生打算什么时候要个孩子？伯母，您儿子关燕生和我那是拜把子的兄弟，我也理解官家期待单传，想要早点抱孙子的心情，可你也不能拿我当许愿池里的王八呀！你们还不如许愿，天上掉一个孩子下来。爸爸，不会吧？我就随口一说，天上还真就掉下了一个孩子。你在叫谁？爸爸，你是我爸爸。你认错人了。不是的，我没有认错，是墓碑上的人就是我妈妈夏约，她给我看过你很多很多照片，还跟我讲过你很多很多故事，我就是你们的女儿夏青青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可算抓到你！你们是谁啊？光天化日的，竟然敢绑架！快救人！小朋友，你这鼻烟壶是哪儿来的？是妈妈给我的。对了，爸爸，你快去救妈妈！妈妈……好了，小朋友，我不知道是谁教你这样说的，但是撒谎骗人可不是好孩子。爸，这鼻烟壶只是我很早之前丢的一个物件儿。夏云去世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孩子？爸妈，你们别想太多。是啊，毕竟我们关家祖上就是翰林院修撰，现在是华夏仅存的古籍修复和鉴藏世家。打我们关家主意的，图我们家那些古玩藏品的，从没断过。也不能仅凭燕生丢了个清代的鼻烟壶，就急着乱认孙女。可是我看这孩子眉眼确实像你啊。燕生，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？秦月，你问问这孩子家住哪儿，你送他回去吧。好。爷爷奶奶，爸爸！爷爷奶奶，爸爸！小朋友，你说关燕生是你的爸爸？那现在姐姐告诉你一个方法，或许可以帮到你。你愿意听姐姐的吗？我愿意。夏云，你以为把你的指纹磨掉，我就拿你没办法？是，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确实需要你签字才能生效。不过，你不签，我可以找你女儿签。等我找到夏青青，就是你的死期。青青已经去找他爸爸了，你想名正言顺谋得夏氏，你做梦吧！给我打！打死我一分钱都拿不到！你以为你那个假墓碑宣告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吞掉爸妈留下来的公司？一个养子，果然一点夏氏的基因都没沾到，蠢笨如猪。怎么样？这么多年守着金山得不到的感觉，很煎熬吧？夏月，你以为我抓不到夏青青吗？
我已经派人出去抓了，你不签字，我可以让他签字。本来我不想对小孩动手，可奈何姐姐你实在不听话。拿药来。水。大哥，大哥不好了！大哥，那个小兔崽子，他跑到公墓去了，他找到关彦生了。废物，连一个6岁的女孩都看不住，我他妈养你们干什么？喂，放心吧，马总，人马上给你送到。进去吧你。我难受，救我！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，我会负责的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，是我被算计了，连累了你，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那个，我送你吧，外面雨很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嗨，发什么呆呢？哦，没什么。伯父伯母，伯父伯母 ，surprise！ 恭喜啊，你们关家有后啦！你们关家有后啦！什么？月月，你有了？天哪！可你俩婚礼还没办呢，这……是啊。怎么可能啊！别胡说。那 DNA 报告新鲜出炉，关彦生先生和夏青青小朋友生物学父女关系成立。什么？这是？难道真的是那一晚？青青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我和夏渊的。我一直在找你，夏渊。当我看到你时，你就出现在新闻上，
还是乙？混账东西！人家都给你生孩子了，你倒好，成天对着块墓碑念念不忘。孩子自己找来了，你都认不出来，你脑子让狗吃了。是我们关家的，老关，你快看，这是我们关家的金疙瘩呀！废话，我关家的血脉流落在外一刻都不行。管家，立刻马上调动所有人手，把亲戚给我找回来。妈妈，我找到爸爸了，我说出了你的名字，可是他为什么就不信亲亲呢？他是不要亲亲了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宝宝，那是因为爸爸的身份比较特殊，他不相信别人，都是妈妈的错，不怪爸爸。妈妈，你看，爸爸和爷爷都看到这个了，可是为什么他们就不信亲亲呢？那是因为，那是妈妈在慌乱之中错拿了爸爸的东西，妈妈以为这能是妈妈唯一的念想，妈妈以为爸爸会在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宝宝，但是你千万不能放弃，爸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保护你的人。等爸爸知道了真相，他一定会用生命守护你的，你相信妈妈。亲亲不放弃，那等爸爸知道了，他会来救妈妈吗？爸爸会爱亲亲，但是他也许早就忘记妈妈了吧。亲亲是妈妈的小太阳，只要亲亲好，妈妈就好了。这个衣服哪来的？是一个好心的大姐姐给我买的。难道是她？哟，我的好外甥女，让舅舅好找啊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，我就算毁了整个夏氏，让他一文不值都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毁？你拿什么毁啊？别忘了，你就是个自身难保的精神病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男人，关彦生是吧？他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不会认你女儿喽。月月，这你……哎呀，伯母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兄弟他有了亲闺女，不就等于我秦月也有了半个女儿吗？哎呀，喜事儿！兄弟，燕生，还有件事，你那白月光夏渊没死。夏渊，你就签了吧，看在夏家养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签了吧，我可以保你安享晚年。至于亲亲嘛，说不定我心情好了，就送他出国呢。一个5年前就被你开具死亡证明的死人，要怎么把股份转给一个活人？这份协议就是废纸一张。日期看清楚了，日期就是5年前。谁能查我呀？谁敢查我呀？难道就凭关家那帮守着一堆旧书的臭门生吗？啊！真以为他们能通天啊？那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，要不然，只要我活着，爸妈的产业你休想染指分毫。不签是吧？无所谓啊，你不签，股份不就由亲亲继承了吗？我说的对吧？亲亲乖，来，把这个签了，舅舅就把你和妈妈都放出去，好不好？亲亲，别签，相信妈妈。舅舅，我
我在这个医院出生，长大后妈妈没教我怎么写自己的名字，你应该知道的。不会写字啊？没关系啊，舅舅帮你摁个手印就行了。来，芊芊，摁了手印儿，舅舅就给你买糖吃。快！月月，我们不是去接孙女吗？怎么带这么多保镖啊？伯母，我们不是去接人，是去救人。救人！哎呀，快走吧！哦，乖，芊芊，摁了手印儿，舅舅就给你买糖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又是你搞的鬼！芊芊的指纹为什么也没了？大哥，这下该怎么办？大的是个废物，小的是个怪物。夏远，来看清楚，这就是你的女儿，连个指纹都按不出来，跟你一样，都是废物。妈妈，芊芊啊，没关系，没有指纹，舅舅就帮你刻一个出来，好不好？夏姐，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指头，你那些见不得人的账目就会自动曝光，出现在审计、司法、税务的案头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，到底是你的刀款，还是你那些见不得人的账目曝光的款？我的好姐姐，我知道这6年你装疯卖傻，一定没闲着，对吧？可惜喽，你没时间了。小倩，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给我拿开！关彦生的女儿你也敢动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关家的血脉你也敢伤？你有几条命？放手！把他给我放下！夏芊芊姓夏，跟你们关家有屁的关系！你们关家一帮守着旧书的臭酸蛮户，也配管我夏氏的事情？把他给我放开！酸腐门户，行，懒得跟你个夏狗解释。现在他就是青青的亲生父亲，白纸黑字，今天这闺女关家要定了。爸爸，救妈妈！妈妈她……不要！把他拉走！他妈的放屁！救个屁呀！救你妈！夏月早就死了，你想找他去呀，去公墓里找他。你跟你妈一样，你们都是精神病，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夏月还活着。杂碎，给我打！只是皮外伤，没有伤到筋骨，但是有严重的营养不良，需要长期休整。芊芊乖啊，不怕，奶奶呀，把这全世界的营养品都给你找来。哎，你看看这瘦的。你轻点儿，别碰到针头。好。蹲眼窝，要血验。好的，老爷。芊芊，还疼吗？不疼，爸爸，你快去找妈妈，救救她！孩子，这是不是太想他妈妈了？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？可怜的孩子，受了大惊吓，遭了多大的罪呀！夏金，你这个畜生，把芊芊关在这种地方折磨，还把她伤成这样，我定要你百倍偿还！
青青啊，爸爸知道你很想妈妈，爸爸也很想她。不过，妈妈确实已经不在了，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不是的，爸爸，妈妈没有去很远的地方，她就在精神病院里。她教我读书、写字，教我背诗。香缕映窗，凝不散；墨丸入咽，细无声。妈妈说这是爸爸的名字，燕生。妈妈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。关氏家族第7代传人关彦生先生日前召开公开确认寻找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，顶级古籍修复世家后继有人。姐姐，妈妈的小太阳，你安全了。哎呀，我的乖孙女啊，你看看你这小细胳膊、小细腿的，太瘦了，奶奶看着呀都心疼。快吃点吧。青青，爷爷喂你吃饭，好不好？谢谢爷爷奶奶，青青自己会吃，不用喂。好。青青，爸爸已经给你找了最好的儿科专家，还有营养师团队，给你制定了恢复方案。学校方面，国际幼儿衔接班下周入学。谢谢爸爸。对，这可是咱们古籍鉴藏世家第8代的金枝玉叶。青青啊，爷爷亲自教你接画心、变宣纸的绝活，让你知道如何去呵护那些承载千年文明的宝贝。这手艺啊，行了，你魔怔了，咱们青青才几岁呀？再说了，你那工作室里边啊，不是显微镜镊子呀，就是那什么比头发丝还细的毛笔。你是想让他拿着那显微镜看蚂蚁搬家呀，还是想让他拿着那镊子夹水饺吃啊？真是的。行了，咱们现在吃饭吧啊。青青，干什么呢？怎么能把吃的东西放在口袋里？多不卫生啊！你这个习惯谁教你的？妈妈最喜欢吃水饺了，她很久都没吃过水饺了，我想带给妈妈吃。都是我们关家的不是，让我这孙女啊一直流落在外边，还被他那个舅舅折磨成那个样子。管家，快把这盘饺子都装好，马上。哎，青青呢，就是我们关家的大小姐，听她的，都听她的。对，多装点，都装上。这孩子心里头还是惦记着他妈妈呀。是啊，再怎么着也是他的亲妈，血脉连着心呢。这孩子看着真是让人心疼啊。还没有查到那个女人的消息吗？停车！快！姑娘，水饺来了。我找了你整整1个月，我翻遍了整座城，原来你就在这儿啊！为什么？那天晚上为什么要走？我说过，我会负责的。或者你有什么苦衷，你可以告诉我。关先生，我知道你们关家古籍圣手，世代典藏，可是，在商界，嗜血的斗牛场，一个修复善本的世家，拿什么去抗衡下贱这匹恶狼？你护不住我，更护不住你们关家的百年清誉。所以你要相信我，我要娶你，跟我走，跟我回家。你误会了，我不需要你负责，也不需要你娶我。我们
就当从未见过。对不起，我父母尸骨未寒，夏世风雨飘摇，还有那个虎视眈眈的弟弟，我本是泥潭深渊，怎能再连累你？夏氏集团千金夏渊女士，因癌症晚期医治无效，今日下午3时不幸离世。夏渊，绝症，死了。为什么？我关彦生我能找到全球最好的医疗资源，可你，夏渊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生死关头你一个字都不说，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值得？不值得托付吗？少爷去哪儿？快跟上前面那辆车，我必须要搞明白这一切。如果芊芊说的是真的，夏渊或许真的没有死。妈妈，青青没迟到。青青乖，妈妈的骄傲。妈妈，我在爸爸家很好，你看，这是我的新裙子，爷爷奶奶也很疼我。好，青青好，妈妈就放心了。妈妈，这水饺是奶奶让带的。手伤还没好，我喂你吧。青青，你的手……没关系，青青的手已经不疼了。妈妈，坏舅舅还来欺负你吗？舅舅已经被爸爸打跑了，他不敢来了。他要是敢来，就让护士阿姨告诉我。青青现在有爸爸了，让爸爸狠狠地教训他们。芊芊，爸爸。元生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可得考虑清楚了。真的指望那个男人？是，他官家是强，是有影响力，但那又如何？真要玩阴的，他未必是我的对手。更何况我现在背后还有靠山。我的好姐姐，别忘了夏氏如何有的今天，而你又是怎么死的。你要是敢动一点心思，我能让你死一次，就能让他官家还有你那个宝贝女儿通通消失。夏渊，你真的没死？你6年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你不要进来，关医生，我从来都没爱过你。是不是夏姐威胁你了？没有，没有任何人威胁我。那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！你为什么还是这么自以为是？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关医生，求你了，快走。6年前我离开你，就是因为我看清楚了你们关家空有一个古籍世家的名头。事实上呢，迂腐又没用。你说什么？那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生产青青？因为我想留条后路。不过这步棋我下错了，我后悔了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妈妈，你不是说过不能说谎的吗？妈妈，你说过的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看吧，多看2眼，以后你就看不到了。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这儿。贱人，我他妈让你去陪王总，你给我上错床，坏老子的好事儿。爸妈尸骨未寒，你就给我下药送人下贱，你还真够下贱的。
把他给我绑起来。来啊，杀了我！我已经立下遗嘱了，只要我横死，你这个上不了族谱的养子，一根毛都别想拿到。算你狠，你给我等着。对了，我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，你是个死人。小月，你说你不爱了，啊？我听到了，我也认了。但是青青是我的女儿，是我的亲生骨肉。从今往后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可以伤到分毫。我要把最好的一切都给她。奶奶，我想买这个。此乃苏绣，针脚略显浮躁，远不及我官家藏品。亲亲，改日爷爷打开库房，那才叫……得了吧，老古董，你那库房阴森森的，别吓着我宝贝乖孙女。亲亲啊，你看中什么了？奶奶包圆了。我还想买这个，还要买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哎呀，慢点儿。亲亲宝贝，你看男装做什么呀？因为爸爸的生日快到了呀。对了，大姐姐，爸爸喜欢什么呀？这个，低调锋利，像你爸，像他工作时一样帅。夫人，你说月月这丫头真不介意？这度量快赶上咱们家祖上兄永乐大典的气魄了。闭嘴吧！只要她真心对亲亲好，我巴不得她把这丫头当成亲闺女疼呢。哎，闺女归位，白月光现身。我这工具人能杀青了吧？我说你，哎，看，你这嘴比鸭子还硬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们秦家呢，我去摆平。你就赶紧把孩儿他妈接回来啊！不是我不接，是他根本就不需要我。哦，人家都惨成社会新闻了，你老钛合金的心啊！谁钛合金的心呢？我求着他回来，我等了他6年，是他一次次拒绝我。哎，这有些人呢，看事情呢，真的只会看表面，思念一个人也真的只会拜墓碑。爸爸，亲亲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来，快过来。今天怎么过来了？给爸爸的礼物。礼物？为什么送爸爸礼物？因为爸爸的生日快到了呀，希望爸爸喜欢。亲亲真乖，看看是什么礼物？好看吧？爸爸很喜欢。是妈妈教的好，妈妈说要对重要的人好。妈妈跟你说要对重要的人好。那她为什么从来不对爸爸好？她为什么把你照顾得这么瘦弱？才不是，妈妈对亲亲最好，爸爸不许说妈妈。她都那样拒绝爸爸了，现在不想给亲亲一个完整家的人是夏渊，是你妈妈。亲亲，你怎么还在维护她？才不是，爸爸胡说。现在爸爸知道妈妈没死，也知道亲亲是爸爸的女儿了，但爸爸不去救妈妈，还说妈妈不好。哼！不是爸爸不去，是你妈妈说了不需要爸爸。妈妈说谎，爸爸是个笨蛋，爸爸不把妈妈救出来，亲亲再也不要爸爸了。哼！你再说一遍。哟，什么情况？我这一进公司就听人类幼崽被欺负了。关总，
欺负我半个闺女呢。大姐姐，我不要这个坏爸爸，你送我去找妈妈，我要跟妈妈在一起。宝贝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要爸爸了？他和舅舅一样，都是坏人，都欺负妈妈，我不要跟坏爸爸在一起。爸爸哪儿坏了？是你妈妈把你生下来之后就不要爸爸了，是她。妈妈出不来，琪琪就是在那个精神病院里出生的，舅舅把妈妈关在里面6年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芊芊，你妈妈既然被你舅舅关了6年，那当年的死讯应该也是夏建伪造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什么是死讯，我只知道妈妈没有手机，她都是看医院里的电视，看到爸爸的新闻。她跟我说，爸爸是世界上最有文化、最聪明的人，也是对亲亲最好的人。可是爸爸居然这样说妈妈，爸爸一点都不聪明。姐姐，夏建为什么关你妈妈？亲亲也不知道，但舅舅老逼妈妈签字，还不让护士给妈妈饭吃。但是有好心的护士阿姨会偷偷塞食堂剩下的饭给我和妈妈吃。这6年炼狱的起点，是我亲弟弟亲手布下的地狱，是夏建，他早就算计好一切。夏家千金，过了今晚，你就是我圈养的雀了。锁死我的就是我爸妈养了20年的白眼狼。别挣扎了，整层楼都是我的人，你救破大天也没用。原来深渊没有回音，只有野兽的呼吸，并不窒息。哎，别跑啊！回来！有本事来个1尸2命！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以为夏建的野心只是想拿我去换王总手上的项目，可惜我错了。直到他逼我签协议，我不肯签，他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好好养胎吧，姐姐。等你的小野种落地了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转让股权。哦，对了，现在公司的钱还够我花，不着急。从那天起，夏建因为没有股权，成了集团挂名董事长，近乎败光父母留下的产业。夏氏元老自然不服一个败家且没有任何股份的夏家养子。很快，夏建就放出新闻，说我已死，想让夏氏元老们都死刑。青青是我和关彦生的孩子，是我唯一的希望。青青很好，很懂事，就算我的人生会被锁死在这里，但青青一定要有本该属于她的未来。妈妈为了不签那份协议，每天都在磨指纹，她的手指早就磨烂了。舅舅还总是欺负妈妈，还带人来威胁妈妈。爸爸，妈妈很惨的。爸爸，你真的误会妈妈了。爸爸，你会救妈妈吗？会的，姐姐，爸爸很爱妈妈，很爱很爱。查到什么了吗？查到了，王总那个老色批，当年夏建为一块开发用地，把刚丧父母的夏渊当贡品往他床上送。你猜我怎么撬开他嘴的？我不关心。我打呀！本小姐带人堵他车库，3拳下去，那老王全招了。还有，你们俩那一晚，其实夏建给夏渊下了药，夏渊当时根本没得逃，这才让你有了可乘之机。什么可乘之机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更绝的是啊，
你在水饺摊找到他那天，就是因为夏渊不肯签股份转让协议，夏建同步操作了热搜，第二天他病死的新闻就传出来了。我查的没错的话，他应该当晚就被送去了精神病院。那他为什么不说啊？为什么不跟我？哎，我说关彦生，你脑子进水了？人家父母双亡，被弟弟下药失身，还怀上了你这个陌生人的孩子，还要面临着被弟弟逼签字、争家产、换别人早跳楼800回了。你当时在干什么？你满世界的找人谈恋爱、结婚生子，离谱不离谱？青青说的没错，你果然不聪明。他在地狱里走了6年，而我夏建。6年了，小建，我给你的时间都够你扶一窝王八了。股份你拿不到，现在夏氏集团的账上恐怕只剩你的棺材本了吧？我再给你1周时间，要么你拿到夏氏集团的股份，要么你就给我躺着进殡仪馆。我不跟没用的玩意儿浪费时间。记住，你再给我几天，我一定处理好那对母女。这次我连我外甥女的死亡证明都准备好了。我要的是活生生的夏氏集团，不是殡仪馆的订单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。小林，送客。夏先生，请吧。人呢？人呢？我问你，夏渊人呢？被人接走了。你他妈放屁！这间病房没有我的签字，他怎么可能住得去？是姓关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。姓关，关彦生，又是你，夏渊，你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。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？夏小姐身体极度虚弱，营养不良，有多处软组织挫伤。最棘手的是夏小姐神经系统检测出有多种精神类药物残留。什么？你说？我们从她身体里检测出多种精神类药物，可夏小姐并没有精神病，但药物的副作用太大了，容易使人精神涣散、嗜睡、行为反常、认知能力下降等。那也就是说，是夏建一直在强制她服用。你的意思是，她现在情况很糟？万幸剂量不大，暂未发现严重脑损伤，还需时间观察，可对心理创伤太大，需要时间干预治疗。我知道了，张医生，请你给他用最好的药，最好的医疗团队。无论如何，我要他好起来。小远，我这是在哪？我不是在精神病院吗？不是的，你现在在医院，别怕，都结束了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够伤害你。你不该救我的，我只是个麻烦。不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遭了6年的罪。夏月，从今以后，我关彦生对天发誓，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半步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是我自己不小心弄到的。签吧，夏月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以为你还能撑多久？你休想，除非我死。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把他按住。吃。请开，小杂种！你他妈还敢跟我嚣张！
滚！你没事吧？这都是你们自找的。我们走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关医生，你的拥抱太温暖，你的承诺太美好，美好的就像一场我不敢奢望的梦。可是我们下世那一滩烂泥，只会弄脏你一时夺走我父母生命的那场车祸。这边，来，小心！还有夏姐，她足够挥霍无度，可为何还要屡次逼我签署那份协议，对我囚禁、虐待，甚至不惜将我销户立碑？好好看看吧，从今天开始，世界上就没你这号人了。他还能想到将我和父母的墓埋在一起，哼，也算是有心了。谢谢。你他妈有病吧！我给你立碑，你还谢谢我？这一切我迟早要翻个底朝天，但那是另一个我，不是你关医生喜欢的我。妈妈，姐姐，妈妈还在挂水，你小心点。不，我就要抱妈妈。这次没有那个小门的铁栅栏了，对吧，妈妈？没有栅栏了。现在这种感觉，我想都不敢想。对了，妈妈，这是芊芊送妈妈的礼物。芊芊送给妈妈手机了，谢谢芊芊。哟，夏大美人，可算舍得睁眼啦？你是不知道啊，找到你时你就那样瘫地上。关大少爷那脸白的，比你病号服还白。说人话。我差点以为我要考2个人回来。你就是给芊芊买新衣服的大姐姐吧？谢谢。客气。秦月，关彦生的未婚妻。在精神病院时，我曾听到关医生订婚的消息，莫非就是他？那他不是应该介意我的存在吗？秦月，大姐姐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跟关彦生啊，那是纯纯的发小，没办法呀。他这个人呢，除了对着那些古籍像个人样，其他时候那就是个行走的冰山加工作狂。他们关家眼瞅着此人要砸手里了，急呀，这才有了2家联姻的想法。哎呀，夏渊，就当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吧！哼，赶紧把这尊大神给收编了吧，我立马放鞭炮庆祝恢复自由身。秦小姐，家里是做哪一行的？啊，我家小生意，秦氏集团听过吗？秦董，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？不只是签合同吗？我爸妈为什么会出车祸？废物！我要的是夏氏股份，正好你父母死了，你把你那部分股份赶紧转给我，少废话！我哪来的股份？股份全在我姐夏渊手里啊！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股份，我姐的股份我也动不了啊！夏姐，爸妈的车祸。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秦董，喂，废物！给我查，夏氏到底怎么回事？不就他夏建一个儿子，竟然没股份？生意上的一个伙伴，
哪个青铜？姐，你刚才听到多少？秦月，秦氏集团，秦董的女儿。夏渊，我听医生说你得多参加社交活动，心情好恢复的才快。正好呢，我家过几天有个慈善晚宴，你也来散散心呗。不行，他没有恢复好，需要静养。好，我去。太好了，那我去给你选套礼服。关上，但你不能去。芊芊，你说妈妈她是不是不相信爸爸？才不是，妈妈最信爸爸，不然她怎么会叫我偷跑出来找爸爸？她说找到爸爸就安全了，爸爸是全世界最好最爱亲亲的人。那她为什么总躲着爸爸？总让我觉得我好像很没用。小渊，我是洪水猛兽吗？你看我一眼都觉得负担。关上，夏氏这趟浑水不是你随便趟的，你有你的世界，干净纯粹，我有我的恩怨。能认亲，我很感恩，其他的事情不要再问了，可以吗？可是我想帮你，小渊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帮？6年了，你总得给我一次机会吧？帮我准备一部笔记本电脑，一个 U 盘，还有再准备一台手机。你妈到底想做什么？芊芊，你知道吗？她就像一堵墙一样，爸爸根本……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爸爸妈妈好累好辛苦的，抱我的时候身体冰冰的，像冬天的月亮，可是他还是抱我护我呀。也许妈妈也在保护爸爸。夏月，现在的你究竟是脆弱的受害者，还是隐忍的复仇者？大小姐，您平安就好。夏间的烂账都定死了，就等您一句话，送他进去。老夏总的基业不能毁。不急，火候还没到呢。可夏间发现您不见，会像疯狗一样找您，太危险了。我就怕他们不来找我。这是哪家千金啊？长得跟明星一样。秦总邀请来的能是小人物？周总，你家大儿子留学归国，正好你也学学秦总，来个强强联姻。怎么有些眼熟？她那个夏氏集团大小姐，她不是死了吗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秦氏集团的酒会怎么会出现那个夏氏的死人？真他妈晦气！夏氏都快破产了，冒出来个大小姐，捞金的吧？贱人，谁让你来这丢人现眼的？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弟弟，见面礼。夏渊，你来啦。酸府门户，行，懒得跟你个夏狗解释。好啊，你们两个贱人还真走到一块儿了。夏小姐，你回来了。这秦董在搞哪出啊？就是他让我囚禁我姐的。这夏家千金真是秦总邀请来的，这商界又要变天了。秦叔叔，爸，你们认识啊？故有之女啊。老夏走得早，秦叔叔这些年没照顾好你。小燕，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父母去世后，我伤心欲绝，去国外待了6年。秦叔叔不用担心。你看看，也瘦了不少啊。国外的日子不好过，经常被人欺负，能保住命就不错了。今晚绝对不能让他输了出去。
叔叔带我去那边转转嘛，我保证不乱跑。好，那你有事儿就让叔叔找爸爸。关少居然来了，关家可是华夏集团的活化石啊！何止啊，还是全球投资圈的掌舵人，全球财富前10。秦家这些年能起来，全靠早些年攀上的关家。燕生，贤婿呀，小爷在等你呢。他呀，感情好，感情好啊。夏渊呢？他们关家不就是个搞古玩、修古董的吗？关家的商业版图遍布全球，哼，你小子平时不上网吗？那夏渊，爸妈看见了吗？秦董事长，他很有可能就是串通夏剑害死你们的人。他刚才那副嘴脸，你们看见了吗？6年了，我手上的证据依旧少得可怜。我站在仇人的面前，却连质问都做不到。小姐，那边黑，别乱跑。咦，妈妈刚才明明就是在这儿的，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？果然没有那个听雨茶室。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夏小姐，你确实可怜，可惜太蠢了，跟谁作对不好，非跟我们老总过不去。少和他废话，抓紧签字，办完事儿回去交差。听到没？快签！这声音不像是夏剑那2条狗的，难道是秦董的人？这娘们被绑着，堵嘴蒙眼，他怎么签啊？哎，忘了这茬。你们老总给你们多少钱？我给你们双倍。你们这是绑架，以为没有人找我吗？警察马上！6年前就让你跑了，现在还想跑？做梦！秦董，妈的，这帮孙子把人绑哪儿去了？要是让关叶生知道……关总，不好了，秦剑小姐在后花园不见了。什么？走，一起去找。没有。司机说在后花园看见夏渊人就不见了。你不是说在洗手间吗？哎，等等，夏渊他……秦月，我去上个卫生间。如果我15分钟之后还没有回来，记得找我。他好像知道会发生什么。6年前就让你跑了，现在还想跑？做梦！夏家千金，过了今晚，你就是我圈养的雀了。是王总。夏大小姐被夏剑折腾了6年还没死，竟然给跑出来了，是不是想我了呀？想你，你跟夏剑那个蠢货联手，连个女人都摁不死，你还真是出息！贱人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你们夏氏已经完蛋了！不要以为有个身子还有一张脸，除了这个还有什么？你不就是攀上了那个秦氏的千金吗？就能平步青云了？呸！识相点，乖乖的跟了我，把股份交给我，我赏你一口饭吃，怎么样？你他妈笑什么？我笑你蠢笨如猪啊！6年了，就憋出个强抢民女的烂招，你这个格局，连夏剑那个废物都不如。你们他妈还愣着干什么？砸了他的嘴！不要过来！废物！我弄死你！妈妈！
妈妈，你这个大坏蛋，放开我妈妈！哪来的小杂种？琪琪，快走，不要过来！哎呀，我他妈，哎呀，你不是那个商业巨鳄关氏集团的关大少？误会，全都是误会。我们在处理一点家务事，打扰到了您的雅兴，实在抱歉啊。家务事？我的夫人，我的女儿，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家务事？夫人、女儿？何律师，关总，根据刑法第238条，非法拘禁他人或以其他非法手段限制他人人身自由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后花园一直在电路维修，监控都切断了。什么？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调取其他的监控。关总，您看，刚刚有位小姐经过茶室。快带我去。好。这有部手机，视频通话还设置了录音。这声音是夏渊，这地方在哪儿？是我们很早就遗弃的杂物间，我带你们去。好，快！关总，饶命！我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是他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他抓起来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跟我没关系啊，都是他指使的，是他指使我干的。就是这个夏剑，他逼我说今晚上让我绑了夏小姐，签什么股份，说签成那个给我股份，我也是猪油蒙了心，我实在是对不住您啊！姐夫，我可是夏月的亲弟弟，我是亲亲的亲舅舅，我怎么能害他们呢？直接扭送还是？第二个，我选第二种。那个夏月早就被我要成废物，他们养出什么？姐，你快帮我说说话，咱们都是自家人啊。这个愚蠢至极的夏姐，还有那个搅屎棍王总，都不是我的终极目标。弟弟，你忘了，是你亲手喂的药，早就把我弄疯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爬过来跟我说。把他们带出去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是他们的亲弟弟，不能这么对我呀！我是他的亲弟弟呀！爸爸，快送妈妈去医院！亲戚还好吗？还好，一点擦伤，奶奶和家庭医生陪着。只有你能照顾好亲戚，你会是个好爸爸。你知道，却一次次的推开我，6年，整整6年，直到现在，你都宁愿相信一部手机，都不相信我。因为我宁愿一个人烂在泥里，也不想弄脏你们关家的一张纸一滴墨。更何况你根本不是一张纸。你以为你推开我，是在保护我，可恰恰相反，夏月，你是在剥夺我保护你的资格。我在那个地方生下了亲戚，带着他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，受尽了苦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我错的有多离谱。我自以为是的保护，却害惨了他，也伤透了你。我是不是很可笑？不，你不可笑，你只是不该替我做决定。那我想再替你做一次决定，可以吗？什么？不要和秦氏退婚。爸，我要退婚。让你和关家联姻，我图的是什么？你不清楚吗？图什么？图你的秦氏集团！混账！我这是在为你，我为你。你倒好啊，你上赶着给人家当后妈去了，现在你又提出退婚，我秦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！我爸，人家有情在先，我们联姻在后。而且夏渊已经回来了，他也已经……你住口！不好意思，我住不了这口，这婚我退定了。老爷，小姐还没下楼，我去叫。不用管他，他爱吃不吃。秦叔叔，冒昧打扰，这是给您带的老班章。哎呀，还是贤婿懂我呀，这茶膏油润。
沉香扑鼻呀！坐。你要是喜欢，我下次再给你寻点更好的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塑料未婚夫转性献殷勤，夏云昨晚把他拽下堂了。小月啊，你看看谁来了？燕生啊，其实要我说，你们俩赶紧把婚期定了，把证领了，赶紧把婚礼也办了。爸，这是林叔叔提醒的是，确实，我跟小月应该听长辈的，把这婚结了。秦叔叔提醒的是，确实，我跟小月啊应该听长辈的，把这婚结了。哎，好，正好，我计划收购一家公司，婚后就并入共同资产，也算是给秦月一个保障。其实这婚呐，不着急结也行，主要你们俩感情稳定就行啊。这茶是不是该醒醒了？该死，我怎么把这茶忘了？下世这块肥肉绝不能让官家叼走，得赶在婚礼前吞干净。小贱这个废物，真是一点用都没有，一件事都没给我办成过。想把关彦生当靠山，这下夏云，我看你怎么靠！李叔，辛苦你跑一趟了。大小姐，夏剑这6年来手段卑劣，能查到的资料全在这儿了。具体？虚增成本，控制现金流，而且他以采购价高出市场30%，把资金都转入他控制的空壳公司。这是他的老手段了。他还恶意压低股价，联合了几个小股东，散播公司即将破产、资不抵债的谣言。哦，对了，秦氏的人也在2级市场偷偷的低价吸筹。他就想这样吞掉我爸妈的产业。大小姐，秦氏水深呐。水深？那我就把这个水搅得更浑。夏云，你让我配合你不退婚，自己去找别的人。夏云，你让我同意和秦家的婚事，是你自己找上金主了。关彦生，你现在是秦家的准女婿了，马上要结婚的人能不能稳重点？稳重？你把我当工具人了，用就扔啊！对啊，我一直这样。6年前，你忘了？搞清楚你现在的身份，我是精神涣散，不是智力涣散。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我清楚得很。哎，不是说用完就扔吗？你好歹用一下。你现在该在乎的不应该是金主是谁吗？金主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的？秦叔，这股价压得够低了吧？再低的话，我怕那些老家伙要集体跳楼了。地板价，我要的是地板价。夏氏集团这块的肥肉，我必须连皮带骨头把它吞下去。你一个连股份都没有的养子，你做起来就是天赐良机，跟我装什么心疼啊？我哪敢啊！再说了，我爸妈6年前车祸，还不是……我爸妈本来就要给我分股权了。秦叔，我们是不是太心急了一些？闭嘴！告诉你夏剑，6年前那场车祸，它就是个意外。要不是我后来才知道你是一个连族谱都上不去的东西，我还会指望你？就算车祸是意外，但是夏月那个贱人，6年前她就已经怀孕了。她拿1尸2命来威胁我，如果我再敢逼她签股份转让书的话，她就立刻进行股权清算，
到时候我们连1分钱都赚不了，我能怎么办？你把他关进精神病院，灌了他6年的药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让关彦生那个破修书的捡了个便宜，还给生了个小崽儿。我可都是按照你的吩咐做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闹出人命吧？当初你把他像牲口一样关进精神病院，你怎么不怕他死了？现在你知道怕了。我怕他，我知道他薄情寡义，不然我妈也不会那么早就。没想到他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。秦叔，你看，这是我前2天拍到的夏渊和一个老男人私会，我已经把这个视频发给关医生了，估计够他难受好几天了。要不我把这个视频发在网上，让那个贱人彻底身败名裂。我要的是你把夏氏集团的股价做低，不是让你把它彻底的搞破产搞臭。这夏氏集团没了价值，我收购干空气呀！我。诸位，在秦氏集团的大力支持下，我们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如期召开。如今我们夏氏风雨飘摇，唯有与秦氏强强联合，我夏氏方能浴火重生。现在就由我夏氏集团代理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，就收购合并进行表决。这时候收购是羊入虎口吧？老夏总要是在，绝不会像今天这样。安静，都听我说。夏渊，老夏总的女儿。我记得早在几年前，夏家就发布新闻说夏渊因病逝世了。一个窃取代理董事长名号的小偷，也配主持夏氏生死的会议？何律师，夏渊小姐是夏德胜先生和李庆女士的女儿，公司规定持股34%的最大持股人，此次会议未通知最大持股人，所以此次会议的所有内容均无效。听懂了吗？会议无效。夏建总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通知不过是秘书部的疏忽，并不影响决议。那就跳过程序。我夏渊持股34%，一票否决。夏女士好手段啊！你否决了收购，下周一2个亿的债务到期，供应商断供，股价崩盘，你的否决权能变出钱来吗？我的好姐姐，1周之内你要是拿不出2个亿，到时候银行就会宣布夏氏破产。诸位，你们都打算跟着他赔得血本无归啊？破产清算，咱们可就1毛钱都捞不着。现在卖了，好歹还能喝口汤不是？说得对，骨头渣子也比西北风强啊！小夏总，秦氏代表，我们愿意谈。还是张董、李董这些元老级的董事明事理呀！我们怎么能叫卖夏氏？我们这是跟秦氏强强联合。他夏渊懂什么？他懂夏氏集团的难处吗？张总，你刚才叫谁小夏总？什么叫骨头渣子比西北风强啊？大小姐，夏建的这个提议确实有一定的道理，咱们夏氏上下几万个员工都等着吃饭呢。你没有几个亿救火，我们总不能跟着你一起跳火坑吧？姐，就算是把夏氏卖给秦氏，你手里拿着34%的股份，足够你下半辈子吃喝不愁。关彦生肯定看到那条视频了，我看谁还护着你。夏渊，别闹了，赶紧点头，别耽误大家伙最后这点活路。罢了，既然夏小姐百般阻拦，我们秦氏也不做强人所难之事，告辞。代表，别走啊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啊！秦总留步，不用跟他一般见识，我们现在就表决。你们都觉得跟着夏建有活路，那就先看看这个再说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夏建利用职务之便，虚增成本，掏空现金流，采购价普遍比市价高出30%，钱全都流进他自己的空壳公司的腰包中。假的，这是假的，他在诬陷我。他恶意做低股价，联合公司小股东散布公司破产谣言，制造恐慌。至于这个小股东是谁，张总，我想我就不必点名了吧。难怪我就说，怎么公司账上窟窿越来越大，你小子却夜夜笙歌，豪车、游艇、养情妇，
原来是吸公司的血呀！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，夏渊他就是疯了，他在离间我们，离间啊！假的？这些交易记录关联公司流水和资金流向，再配合这些原始底件，铁证如山。可是资金链断裂，2个亿的资金缺口，这也是事实啊！是啊，火烧眉毛了。除了秦氏有这个实力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上哪儿去找别的投资人啊？夏小姐，你刚才慷慨激昂地说了这么多，不恰恰证明了你们夏氏需要强力的外联与合作吗？你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合同不是跟夏晋谈，是跟我谈。夏总，刚收到消息，秦氏集团增持了公司5%的流通股，现在他们是第2大股东。天不亡我，秦董不欺我呀！真是连老天都想帮我，弄死夏渊！我的好姐姐啊，你听到了吗？秦氏成了第2大股东。夏渊，现在秦氏有话语权了，你还想独揽谈判？秦董，你果然在等这一刻。燕生啊，上回听你说你要收购一家公司，准备并入婚后的资产，哪家公司啊？是夏氏集团。夏氏集团现在就是个空壳，已经负债累累，它的股价已经跌没了。你说你收购它，你图什么呀？空壳。看来叔叔对夏氏很了解。不，这么听说的。夏氏就像是一块被人低估的老玉，尤其是市中心那几块地皮，稍加炒作就能溢价3倍，这稳赚的买卖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市中心地皮，妈的，夏家那小子竟然没跟我说过这事儿。关彦生要是真的进场抄底，我筹划多年的收购就泡汤了。不行，必须抢先一步。叔叔，彦生啊，你说吧，这人老了吧，这喝点茶他就……我先出去趟洗手间，你自便啊。看来关彦生果然有动夏氏的心思，立刻不计成本收购夏氏流通股5%。对，就现在。秦董，夏氏现在流动盘小，突然扫5%会瞬间拉高股价，而且至少要8个亿的现金。抽掉，这还用我教你吗？你个废物！我的姐姐，你以为你赢了？可惜我背靠的是秦氏这棵参天大树，想明白了吗？要不是小夏总搭上秦氏这艘航母，咱们早就喂鲨鱼了。有些人自己没本事掌舵，还拦着别人靠岸。诸位，听好了，现在我提议，把夏渊手里34%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我，谁反对？还议什么议呀？小夏总就该是正牌董事长，某些扫把星自己交权，滚蛋！等我掌权了夏氏，等我带领各位跻身全球富豪榜前列的时候，一切的债务都是我们的财富密码。李特助，协议。签了吧？放手，放开我！我是不会签的。不要攥着股份装清高呀！你懂怎么让股价翻倍吗？你懂怎么养活全公司3万人的饭碗吗？你们想清楚，今天你们跪着捧上台的夏建，明天只会把你们啃得骨头都不剩。暴力强迫股权转让，刑法第224条。去你的！暴力你妈呀！这一仗是替何律师打的，这一仗是替父母打的，这一仗是替我女儿亲亲打的。你，大小姐，协议已经被我换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看懂我的暗示啊？
大小姐，小月。这有的时候，人和人之间的心意它并不相同。以后您暗示的时候，能不能再明显一点？大小姐，我办事儿您是放心的呀，我怎么可能真的拿下届那份合同给您签呢？我给您那份合同，它是无效的。哦，大小姐，关总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李叔今天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大小姐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夏月，你是在怪我吗？怪我去迟了，怪我没能第一时间保护你，怪我让你独自去面对夏季那条恶犬，怪我骂人还文绉绉的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没怪你啊。那你为什么赶我走啊？其实这些事情本来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6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是我自己选择推开那扇门，闯进你的房间，把你当作救命的浮木。后来我知道我身体里有了亲亲，也是我自己选择把它生下来的。我选择一遍一遍磨掉自己的指纹，为的就是保住父母的产业。我抠吐掉所有的药，装疯卖傻，在每一个屈辱的耳光之后，对着镜子强颜欢笑，这都是我的选择。我选择在最脆弱的时候苟活，在无助的时候反击，为的就是一个复仇的机会。虽然它很渺茫，关医生，你救了亲亲，照顾亲亲，又为我治疗，我已经非常感恩了。你做的很多，谢谢你。夏月，是我知道的太晚了，在你最难的时候，我没能保护好你，没能保护好亲亲，让你自己承受了那么多。你不用自责，也许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一场意外，一场意外里短暂的共犯。妈妈是不是又被舅舅欺负了？没有，这一次啊，是妈妈欺负舅舅。那妈妈的手怎么受伤了？轻轻吹一吹。妈妈真的没事。爸爸，你是坏蛋！你答应过保护妈妈的。爸爸没有，是坏人太狡猾了。不过，爸爸已经把那些坏人全部……哼，我才不要听呢！爸爸说话都不算数。以后亲亲不要去爸爸家住了，亲亲要保护妈妈，陪妈妈在医院。谢谢你送亲亲过来。你怎么不进来？你怎么不进来？是我父亲害了他。我从没想过伤害他。6年，你被夏界灌了6年的药，被当牲口一样圈养，这就是你推开我的理由。夏月，我当年在水饺滩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你怀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宁可一尸两命去威胁夏界，你都不愿意跟我说一句救我。你早就知道你父母的死和秦氏集团的行动有关系，所以宁可带着亲亲被夏界折磨6年，自己去找证据，都不愿意告诉我一个字。告诉你有什么用呢？你是古籍修复世家的7代传人，是拍卖会上举牌上亿的收藏家。是，我现在确实知道你真实身份，你的确可以动用你自己的手段去帮我处理掉他们。可是我不是一幅需要被你修复的古画，我是一滩会弄脏你手的血污。血污，所以你宁可磨烂自己的手指，被开水烫烂你的锁骨，也要把我置于你的地狱之外吗？我不敢赌，我有亲戚，赌不起。可是你已经出来了，你自由了，你可以夺回属于你的一切。更何况你还有我。那秦月呢？我不想因为我的仇恨去伤害他，你也不想，不是吗？
小月啊，爸爸对你没什么要求，你只要开心就好。爸，爸，我要退婚。我又晕倒了。医生刚走，说是你体内的药物残留导致的。青青呢？管家送回去了。来，吃中药，中药。苦。你不是不怕苦吗？还有更苦的，想不想尝尝？还有更苦的，想不想尝尝？够了。不够。我说你怎么舍得拿出那5%的股份当诱饵？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他们往里钻。这6年来，秦氏集团的账目早就千疮百孔，表面上100亿市值全靠着商誉泡沫和关联交易撑着，早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空壳。所以即使他想利用夏建这个人工智障蚕食夏氏的股份，所以真到了真金白银的时候，以他们的现金流根本就拿不出8亿。所以你就利用我演了一出好女婿的戏码，又放出我要收购你们夏氏的消息，逼得他们不得不非法挪用资金。现在证据链齐了，不过你父母那边的事我找公安确认过了，确实是意外，和秦董没有关系。所以对于我和青青来说，秦董只是帮凶，元凶仍然是夏建。挪用资金是秦董的罪证，更是钉死夏建关键的一环。秦董倒了，夏建背后的靠山也就塌了。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候，将他做下的恶一桩桩、一件件全都摊出来晒个干净。我要让这个弟弟亲身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牢笼。秦董，秦董，秦董，完了，秦董！你这一大早上你鬼哭狼嚎，你跑我这发什么疯你？证监会稽查科他们查我账户了。什么？查你账户？慌什么？他们查到我账户，非法挪用公司资金。现在我个人账户全被他们冻结了，公司的资金也彻底被监管会冻结，公司的资金链彻底断了。说。秦董，不好了！稽查科的人直接冲进公司，带着搜查令，所有电脑账册都被封存了。什么？他凭什么？我们之前挪用的8亿资金已经被查实了，关联交易、虚假注资全露馅了。现在公司所有的资金账户都被冻结，秦董，我们怎么办呀？哎，秦董，秦董，秦董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秦董，秦董！爸，快叫救护车，快打120，快！来，大少爷，不好了，青青小姐不见了！什么？青青乖，别怪你舅舅啊，要怪就怪你妈夏渊，要不是她举报我，舅舅也不会绑架你啊。只要你不哭不闹，等你妈拿钱来赎你，到时候咱们相安无事的都好。舅舅，何律师说过，你这个叫绑架是犯法的，要判刑的。判刑啊？判啊！早他妈就该判了，凭什么你妈生下来她
她就是夏家千金。而我6岁的时候，我在孤儿院还得求着让别人收养，我他妈活得连狗都不如。小朋友，你们谁愿意和叔叔阿姨回家呀？叔叔阿姨，你就选我吧，我会洗衣、做饭、照顾弟弟妹妹。妹妹没有，不过姐姐倒是有一个。还有，夏家说过，他们因为没有儿子，所以才领养我。为什么公司他妈的不给我啊？还有你啊，你一个小野种，凭什么你生下来也什么都有？我他妈跟别人抢了20年，到最后我还得跟你抢活路，哈哈哈！笑话！舅舅，我听妈妈说过，活着就有路。舅舅，路为什么要抢啊？就是，芊芊说的对，就是。芊芊说的对，活着就是路，你为什么要抢别人的？夏见，你已经有你的运气，还不够吗？别过来！别他妈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夏月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。你要是再敢动一步，我就杀了他。做掉他？芊芊又不是我的孩子，他是关彦生和夏渊的孩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觉得用他能威胁得了我？我来是跟你算我爸那笔账的。你爸那个老不死的关我屁事啊！这是他自己找的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得了吧，是你怂恿我爸拿那8亿资金去填夏氏那个无底洞，是你把他架在火上烤，逼得他铤而走险。现在他倒了，命悬一线，你倒想拿着一笔钱溜之大吉，那我爸的命谁来偿？你爸做的那一切是他自找的。再说了，当初是你那个未婚夫关彦生还有夏渊他们举报的我跟你爸，你不去找他们的麻烦，反而来找我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会是不敢找你未婚夫的事儿吧？还是说你本来就是来这拖延时间的？别过来！秦月，你们别过来！夏月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知道我为什么救芊芊不救你吗？就是因为他关彦生，心里自然还有你，孩子可以留，但是你不能留。夏月，你以为你赢了，可惜了，到最后你女儿也在我手里啊！快点吧，1000万，要是少1分，我就做了他。不行，1000万哪里够？我爸的命不是命啊！秦月，我一直错信了你，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？你一直在利用我们，你在骗我们！行了，关大少爷是吧？富可敌国是吧？4000万，而且我还要一辆加满油的直升机。要是10分钟之内我看不到的话，我就让你看看你女儿的血是什么颜色的。好，把箱子打开，转过来，快点，让我看到钱。够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等等，这些钱该不会是假钞吧？你现在过来自己验，钱就摆在你面前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把我女儿还给我！谅你们也不敢，站好。
砸着！秦月，你个杂碎，我就不该信你！还有你们，既然这样，那就都去死！小月，没事吧？血，爸爸在流血。你没事吧？叶生，你没事吧？叶生，这次换我求你，你不能死，你撑住，你撑住！你终于叫我燕生了。叶生，叶生，叶生。夏渊，看着我，关彦生是 O 型血，医院血库充足，现在每一秒都在抢他的命，但是你不能先垮呀。疼吗？疼，但我知道，这比不上你6年痛苦的1/1000。现在，是关彦生在为你搏命，你要相信他，他能等你6年，你难道连等他出来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匕首离心脏仅差1厘米，失血过多，但抢救及时，能否醒来还需要再观察。好了好了，会没事的，会没事的。吃点吧，你从昨晚到现在一口没吃。燕生，燕生，伯父伯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才出国几天，怎么就这样了呀？啊，燕生，燕生。小月，医生怎么说？燕生现在什么情况？医生说这是失血过多和应激反应导致的深度昏迷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。什么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？老关。哎呀，伯母，医生说了，这是术后恢复的正常阶段之一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稳定，减少外界刺激。哦，对了，伯父伯母，这位是夏渊，是青青的母亲。伯父，伯母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如果不是为了我的话，他就不会。孩子，你不必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。燕生选择的是他自己的担当。你是青青的母亲，照顾你们母女平安是他该做的。这份心意，我们做父母的都明白。谢谢，燕生他会醒的，他一定会醒的。如果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，6年前我就不会闯进他的房间。夏渊，你真的以为关彦生对你的疯魔只是因为你们6年前的那一晚？不然呢？在那之前我们根本不认识。嘉德拍卖行，6年前那本破医书，你穿着月白旗袍站在光里，说古籍里的墨痕里藏着人心，你记得吗？墨痕如素，人心跃然纸上。他竟然道破了我心中对古籍灵魂的敬畏。就因为你这一句话，关彦生这个化石活了。后来他说，那是他第一次在古董里看见了人。可是我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他。是，你走了，留他一个人像个傻子似的杵在那儿，他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在那晚你们碰见之前，他已经找了你整整4个月。可是这明明是一个意外啊！意外？是，你觉得是意外，那他呢？那是他的白月光，入梦了。你跌进他的怀里，给了他很大的期待，结果呢，梦醒了，你跑了。后来你病死的新闻传出来了，关彦生他砸了整个书房，
他徒手撕烂了你碰过的那本拍卖图册，他的手指被纸张割的全是血，他攥着那个碎片纸，又哭又笑地说：“还好这一次，我知道他叫夏渊了。”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找了我这么久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画的结婚照。画的真好，谁教你画的？是我。我孙女儿这么聪明，一教就会。胡说，明明是我教的，你奶奶就会买包。妈妈，我们按指纹好不好？像电视里那样。宝宝，你知道妈妈没有指纹。没关系，掌印也可以。奶奶有口红，奶奶快。那。爸爸还没洗，不过爸爸有手就行。你看，好了好了，圆圆、小月，你们熬了一晚上了，眼睛都熬红了，回去洗个澡，好好睡个觉。行了，去休息一下吧。好。芊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，爸爸，你看，这是我画的结婚照。老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扑啊！